确实是那个脑瘫患者拿了余杭的衣服和鞋子，因为他脑损伤很严重，智力只有6岁孩子的水平，但他还梦想着当警察，所以才把余杭的保安服当成了警服。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接个电话。哎。喂。关队长，地址拿到了吗？看见了。我记得你受了点伤啊，怎么着？忘了疼了？说话还是这么不客气。不过没所谓了，希望那个地址能帮到你们。怎么讲？我们抓那个姓雷的，然后把他放了。显然是没有定他罪的证据，我再给你们提供线索。我记得你说过，咱们不是一路人，根本谈不上合作。为什么给我提供线索？2年多以前，池文江还是市局治安总队的主管副局长，也是那次行动的总指挥。吴征在遇害前，也就是2月5号，和池文江在飞马路的汽配城碰过面。我找你来，就是想核实一下那次会面的情况。何以见得我就知道那天的会面情况呢？周巡跟我说过，池文江那次带的随行人员是名女性。而且，作为行动的总指挥，随行不可能次次都从下属的分局抽调，而是会用身边比较信任的人。据我所知，在当时的治安总队，好像你是唯一出外勤的女性。而且曲队，你好像就是在池局退下来以后，被调任到向阳做支队长的吧？那天池局和吴征见面，我在外围负责做协调安保，他们具体聊什么我不清楚。不过吴征走的时候是我送的他，他脸色特难看，我还宽慰他2句。只是宽慰了2句吗？他一直跟我抱怨，说自从打入犯罪组织，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值得信赖的人。言外之意就是，连池局都不信任。我旁敲侧击问了2句，他没正面回答我。你们哥俩是卯上这事儿了是吧？不过也好，总得有人替吴征出头。那我就直说了吧，那天送吴征走的时候，我向他推荐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连行动总指挥都不信任了，还有什么人值得他信任呢？吴征是杨。杨，你向他推荐值得信任的人，不会是林佳音吧？你说的这些情况，咱们不是都掌握了吗？而且我听说，你现在让长风行知的人上下班打卡，搞得跟民营企业似的，你觉得合适吗？
我当然知道刑侦工作的特殊性，但这次局里调我过去，不就是针对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吗？那也不能搞得人心惶惶的。听说法医室现在连个主任都没有。上次借调的那个副主任叫什么来着？小高，他还挺好的，我正在调整，您放心吧。你觉得关洪峰这个人怎么样？挺聪明一个人。废话，我是问你，他的聪明用对地方没有啊？这个恐怕见仁见智。是银素小姐姐吧？你这头像比照片不是，你这本人比头像好看太多了。必须的，我也这么认为的。不是，你这声音是不是？你这别动了，动也动不了。哟，心眼儿还挺多，拿啥挡的呀？那不能是拿烟盒挡的吧？对溜，是在这儿。行了行了，不玩了，不好玩。你自己玩吧，你自己玩。不是，你俩他妈谁？哥们儿戏演的还行吗？你妈戏，你妈呀！来，你看着我来，你俩是不是他妈有病啊？你俩谁呀？知道老子他妈是谁吗？你能顺着网线能找到老子，老子就他妈能顺着网线杀到你家。你姓穆，名几？对吧？你说你丢不丢人啊？就连这种摁一下重启就能干的网管，你都干得火生火热的。你说你帮一帮小孩打个游戏，一天蹭2盒烟换2瓶饮料的，你也不嫌丢人了。我早就把你查点掉了。你之前不是白帽子联盟的成员吗？之前特别擅长安全设置和渗透方面的工作。这后来因为乱扔 IP 炸弹，不是被联盟给除名了吗？之后就更没溜了，啥活都接呀。那就帮人家远程篡改人家后台数据，不就这些事儿吗？啊，最后呢，也就沦为了名副其实的地洞里的灰老鼠。不是，你俩真以为自己是天上飞的灰鸽子呢？啊！先把你那嘴里的那口老痰给吐了。
现在鸽子说话都结巴巴的，吓唬谁呢？在这儿？你少在网络上给我唧唧歪歪的啊！你信不信在现实中我杀不杀你就完了？我是红叶，我告诉你啊，网络上有你虎爷我收拾你，生活中你王给我看。你想干嘛？行了，哥，有话好好说。哥，轻点，哥，有话好好说。哥，有什么事咱好好说，好吗？两位哥哥，大晚上的带我这儿来干嘛？带你来这儿干嘛？来清静地方聊会儿天啊。聊好了呢，就当约你出来看看风景；聊不好，你就当自己是个风景啊。哎，吴征，认不认识？哪个征啊？我不认识他，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啊。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少扯了。你不认识他俩大老爷们，一个0007看了3遍以前，还不认识？这看007那是个人喜好。我告诉你啊，我打小我就喜欢007，我热爱，我甚至崇拜像詹姆斯邦德那样的特工。他一天到晚西装革领的，穿的人模人样的，左手拿着马提尼，别说英语啊，右手拿着乌兹那个枪，你知道吗？这个枪合法。喜欢007是吧？啊！哎呀，这看见没有？就这一颗啊！也不欺负你，咱们仨人一人搂2下，打死谁算谁倒霉。别！你看这个托活，他都说不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不好玩啊！先别怕，我第一个。哎！别了！哎！你行了，你不行！2。运气不错啊，接着来。哎，你这个行了。4。5。我怎么就自一伙的？还剩最后一颗。我知道，吴征、寇天武、双人征，我知道的，哥哥。哎，小周，郑队啊，我已经把考勤记录传到邮箱里了。好。哎，你在这儿干嘛呀？哟，郑督，周队，嘿，一天没看见你，打卡了吗？哎呀，肯定打了呀！我今天回督察总队去了。那肯定的，你是有正事儿的啊。哎，咱们这样啊，回头你也写个行动报告给小周，让他送我办公室去。你说都是做领导的，得给兄弟们做个表率，是不是？没问题。行嘞，啊，好。哎，周队啊，周队，那个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啊。哦，
你看最近啊，队里边工作那么忙，我心想法医室啊不能一直这么没有主心骨啊，要不让那个高君然官复原职，你觉得呢？哎呦，您是领导，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沾业务方面，我必须跟你们商量。行嘞，那您那个后一步别压脚哦啊！好，辛苦了啊，今天您带队啊。好嘞，好嘞。哎，您慢点，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啊。好嘞，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哎，小周啊，这个周队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我也不清楚。是他主动找我帮忙了。我之前在六道湾有一个落脚点，这哥们儿太神通广大了，他直接就摸上我的门，说有活要找我干。什么时候的事？ 1月中下旬的时候，因为他吓了我一跳，所以月底的时候我就把那房子给退了，我就不在那住了。所以才改到电影院见面是吧？啊，让你干什么呀？也不是多大的事儿。我看那哥哥挺诚恳的，而且他能直接找到我，所以他肯定不是一般人，我就没敢得罪他。收了多少钱？5000块钱。具体做了什么？ 他说，在他的 U 盘上给他安一个后门。安个后门？啊，哦，对了，那个 U 盘还是军工级加密型号，不是便宜货。CE Link Causer 还是 SIE CE Link， 定制版的 CE Link， 因为在市场上所售的 CE Link 最大内存是64G， 他给我的那个直接是256的。下了血本了呀！ 好查吗？好查吗？有我的，你这东西有的，你放。不好意思啊，打着你前门了是吧？那什么，咱接着聊 U 盘后门那事儿啊。这是什么？啊！您好，冒昧的再次打扰。之前在办案过程中，我不得已收养了一只流浪的柯基小狗，我带它打过疫苗了，也办了证，可我就自己一个人，平时只能把它关在家里，尤其担心需要加班不能回去的时候，它会挨饿。不知道您或您认识的其他朋友愿意领养它吗？ 我们这边来了个新领导，最近正在大力整顿支队，规矩很严。再加上我正好被调到他身边做助理，总之现在的处境无比尴尬，都有点自身难保的感觉。 这孩子怎么说也算是你徒弟啊，这么狠心，撒手不管了？
对不起，可能是我太冒昧了吧，就这样平白无故的，毕竟你也不认识我，只是我身边也实在找不到什么人可以说这些了。狗狗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吧。打扰了，抱歉。他这也不算是矫情。叶方舟死了，刘长勇也牺牲了。况且他现在在队里，人人都以为他是正齐的人，日子也不好过。好歹宽慰宽慰人家。哎，亲爱的，木几呢？放了，总不能控制人身自由吧？不过放心啊，想知道呢都问出来了。啊，1月中下旬，吴征呢找到木几，不过鉴于他呢黑白两道都掌握了很多信息，所以这事儿也不奇怪。2月8号，两个人相约千禧国际影城看电影啊，这是木几第一次见面。按照约定呢，吴征给了他一个军工级的加密 U 盘，还给了他5000块钱的这个酬金，目的就是为给这 U 盘呢加一个后门，而且约定好了，这个2月15号，也就是大年初2，把这个 U 盘交付。但是呢，这个吴征呢很快应该是后悔了，或者说改主意了，就有了第2次两个人看电影这个会面，这个是加急。这回呢，吴征要求是12号交付 U 盘啊，而且追加了3000块钱。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木几呢，终于是在12号完成了 U 盘木马病毒的植入和设定，而且把 U 盘给了这个吴征，啊，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跟吴征见面。这个木几明明是个白丁，吴征还要在3次会面都用上反侦查技巧，说明他当时的状态非常的焦虑和多疑。这个吴征费这么大劲找木几，到底他想弄一个什么后门啊？那关于后门这个事儿呢，让专家给你解释吧。啊，哎，你说。啊，这种专门的事儿还得专门的干啊。喂，只收现金不让转账，赵警官够谨慎的啊。大半夜的非要约这种地方，咱们到底谁更谨慎？还转账，能不能有点常识啊？我干脆给你一个反贪局的账号得了。不管怎么说，合作还算愉快。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或者说是先提前跟你打声招呼吧。什么事？你们抓了严通，却让挟持严通的人跑了。不管是你们周队还是关洪峰，以他们的风格，肯定不会放过他，对吧？如果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进展，我希望能在第一时间知道。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们办案的进展？你就当是私人恩怨吧。刚才红玉也说，这 U 盘本来就是军工级的，而且有这个加密功能的这么一个定制款的 U 盘。那么首先，木戟在这个128位的这个算法之余，又加入了一个指纹认证系统。据木戟说，这个指纹认证不管是你正常输入密码通过，还是就是用这种暴力手段拆除，都绕不开这个指纹认证，而且这指纹认证里还加了木马，是硬盘内容的删除机制吗？哎，这个峰哥你应该能懂啊，这一个删除机制是根本没用的。是，删除、粉碎、格式化文件都是有办法恢复的。是，但是这个木戟贼劲儿机灵，他用了一个完全不可以恢复的办法。我举个例子啊，就假如说这张纸，你就别给我上面就这张纸就是整个 U 盘的全部内容，咱们就是把它删除。哎，你不管是给它，你看这哪去了，咱们还能给它找回来。你就是假如说给它粉碎了，你最后还是能给它拼上，对吧？那么多废话呀！你就直说到底他是什么目的？你学我干什么？那你可不啥这时候要你来。通过触发恶意程序对本身载体进行饱和式轰炸。那刺激还挺有效啊。是说逻辑炸弹？触发机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破坏手段。复写。bingo， 峰哥厉害啊！确实是他用了 Peter Goodman 的这种算法，能够做到让 U 盘在它自己本身的范围内进行最多35次的复写。咱还是举个例子啊，大上这看着这个是个它是整个 U 盘的所有内容。那么你在往上写2、3、4、5，一直写到35，你还能看见原来那个乙吗？完全看不到。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毁灭性的高级手段，叫超级复写。超级复写。我刚去了定制 U 盘的那家公司，定制记录里边登记的是吴先生，但销售部的经理是从照片里认出的吴征。他是2月2号取走了一个定制的军工级3方加密 U 盘，这就说明木戟一部分说法是对的。军工级3方加密 U 盘，哥。知道这东西长什么样了，但却不知道它在哪儿。接下来该怎么办？吴征遇害前的日程，咱们还原到什么程度了？2月1号约见的周巡，跟他说有了个不得了的发现。2号呢买了 U 盘，3号是空缺，4号又联系周巡，要求见行动总指挥。5号见的行动总指挥，说6号会有个由他牵线的不法交易。会见完后，曲贤向他推荐了林佳音。6号安排不法交易，2拨人在天河大桥废弃楼会面。7号是空缺，8号第一次见木戟，在千禧国际影城。9号是空缺，10号在千禧国际影城第2次见木戟。11号又联系周巡，去的银河商务大厦，但不知道见的是谁。12号木戟交付 U 盘，还是在千禧国际影城。这么串下来，3号、7号、9号都是空缺。哥，从咱们已掌握的行程不难看出吴征应该是在2月3日安排了这2拨人在天河大桥见面这件事儿。当这件事坐实了以后呢，在4号就跟周巡要求见行动总指挥，5号跟池文江见面，当面做了汇报。
这吴征是在1月中下旬找到的目击，但是在2月2号买的这个 U 盘，8号才要求目击帮他做改装。那也就是说，7号这一天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吴征决定了这个 U 盘的用途。以此类推，你觉得呢？这么看来，9号应该也是遇到了什么事儿，让他决定10号要求目击加快进程，最晚在12号拿到改装的 U 盘。既然咱们知道有这么个东西的存在，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 U 盘的下落上？案卷咱们都看过了，物证清单里没这个东西，而且吴征家已经被搜查过很多次，我也去过，没有什么发现。除非他在生前把这个东西藏到了一个更隐蔽的地方，或者说已经让安婷和叶方舟带走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明明知道有这么一个重要的物证存在，但有可能遗失或损毁了，那不是白忙活一场吗？现在看来，要想找到 U 盘的希望非常渺茫。但至少我们有了一定的事实和证据基础，还是要努力查清楚空白这3天吴征到底做了什么。再有，吴征让目击改成 U 盘，肯定是为了往里放重要的文件和信息。既然 U 盘找不到了，那么这些重要文件的原始载体就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心的事情。明白，不过也好，不会耽误打卡了。哎，对了，你问我关于6号那次行动，那个行动记录里写的不具体，我也只是听吴征提过那么一嘴。在那次不法交易的2拨人里，其中一个头目叫何农，外号叫麻子，做毒品生意的。你还记得妖姬吧？妖姬以前就是从他那拿货，不过这家伙现在已经归案了。这毒品的批发商归案了，我还能指望见着活人吗？咱们这运气总算好了一回啊！我查过了，他呢因为同案比较多，牵扯的数量又比较大，案件本身光补侦就退了2回卷，而且他不服啊，他还在上诉。你就明告诉我他执行死刑的时间吧。还有1个星期，在市勘羁押着呢。那咱们得快点儿。联系着呢。哎，王，怎么了？师傅，开泰路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郑队的意思呢，让咱们赶紧过去。哦，那郑奇没说老关跟我一块过去啊？没有，他说找关子有事儿。哦，行了，我知道了。哎，师傅，记得带把伞啊，这边下雨了。啊，我这没下，我知道了啊。出命案了，我先过去，咱随时联系，啊。哎，进。哎呦，关队，早早早。来，小周。哎。那你去忙吧，啊。范老师。关队。来来来。看来我只能在这屋里看这些物证了。哎呀，姿势体大，我这已经担了很大风险了。只要不出我这个办公室啊，都可以说是我要看物证，然后把您关队请过来给我参谋参谋。这些物证都已经经过仔细的勘验了。那肯定的，我问过技术科了。这个案情重大，所以每一个物证呢都经过了10几遍的这个勘验，所有发现的东西都写在这上边了。哎，不过也不排除关队您看过之后，再发现一些新的方向。哎，关队，还是把这个带上，安全点。万一弄上指纹了，还得一个一个擦，多麻烦。郑队，哦，小高，听说我复职了，
对，小高，我跟你们周队说了。一句话让我复职，我还是听别人转述的，这就是您所谓的规范队伍管理是吗？小高，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两天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呢没有当面的跟你。对，还有一件事儿啊，您最近派人复核支队所有的案件，对，法医是重点对象，但是各种人的进进出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工作。小高，据我所知，最近没有什么尸检的工作，所以呢，复核工作你还是该配合要配合，对不对？郑队啊，我们法医的工作是验尸，不是稽查。恕我直言，您可能都没有完整的看过任何一份尸检报告吧？在尸体缺失的情况下，推翻和认可尸检报告里的描述判断，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是在质疑我的工作能力，那么您可以继续降职处理，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小高，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哎，这样，你现在呢，你赶紧找一个这个尸检报告，然后咱们就这个具体的问题，咱们统一一个复核的标准，你看怎么样啊？那就麻烦你现在跟我走一趟吧，我有很多工作要忙。哎呀，这小高，关队，你看这一副要把我抓走的感觉啊！行，这样，我现在跟你去啊。那关队，那你先看着，我马上回来啊。来，走。哎，小高，你千万别误会啊，我是对事不对人啊。吴征的电脑拿到了，时间很紧，让刘英带上虎子，拿上该拿的工具到指定的地点汇合。啊，你别露面。知道了，但是事后怎么交代？想不了那么多了，到时候再说吧。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待会儿再随时问我，这个一定要标记清楚。怎么样？哎，周队，啊，应该是情杀，嫌疑人是被害人的老公，一路尾随被害人跟其情夫到这个烟酒行，趁着情夫进去买烟的功夫，然后上前跟被害人理论，产生争执，一怒之下将其数刀杀死。情夫报的案，嫌疑人杀完人之后并没有逃跑，这些都跟目击证人证实过了，视频监控也都有录证。那回头这些事情，师傅，安排好了，我是二探组的。行，那我了解了啊。嗯，你回队里面看看那个笔录，要是没问题的话，走流程。好。嗯。谁来了？监控都装好了吗？装好了啊。这事儿还不能让别人知道，我还想管这姓单是谁呀？我平时都怎么教你的啊？眼亲手亲耳亲。还有呢？嘴别那么亲。都记得哈。派出所那边给回信了吗？给了。他们说那个晚上就给安排。回头打听打听，这案子谁审办？看看能不能河农的卷调出来。啊，河农是什么？快点，把伞放开。这个呀，把这个带上。吴征用过的笔记本电脑，郑基说过，技术中心的人检查了很多遍，都没有什么发现。但据我所知，秘密工作人员都会在电脑的主板上安装一个防止文件复原的硬件设备。
这吴征拿到想要的东西，把原始文件删了，也是合乎情理的。得想想办法，扫描一下硬盘，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是。那咱们能有多少时间啊？不知道，应该不会太久。哎，小高啊，不是我鸡蛋里边挑骨头啊！你看看你们这尸检报告啊，上面的字号、字体、行间距都不一样，你这个拿出去怎么能证明你们权威？另外，你看看这个卫生条件啊，你这个法医室啊，卫生条件是最重要的，太脏了，你看看这。哎呀，小高啊，我真不是鸡蛋里边挑。真不是鸡蛋里边挑骨头，啊！你放心吧，我会客观公正对待你那几十份尸检报告的啊。郑琪刚离开法医室，怎么了？哦，没事儿。不对呀，弄得跟新买的差不多。什么意思？小艾，你到我办公室看看，除了笔记本电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物证丢失？是。快！